从出使辽国到率兵西征，从民族英雄到流放之臣，从文件之物到科学巨人，沈括的一生三起三落，毁誉参半。一本《凤元历》，一卷《天下州县图》，一部《梦溪笔谈》。他被称为以进士之科学精神治科学者，但在他的官宦生涯中，也曾被王安石骂作小人，被宋神宗称为边臣不可信，至今还背负着乌台诗案始作俑者的千年污名。真实的沈括究竟是什么样的？望远处帆叶，随风已结阴。雨棚一卷枕，香梦入寒侵。蓑笠轻云俗，西山动月吟。烟波千里去，谁识未谋心？到了随州，就随了随州吧。可我的内心却深深地思念着故乡杭州。便在这不知尽头的日子里，谁才能真正懂得我的理想呢？1082年，时年51岁的沈括在永乐兵败后，流放湖北随州。未来的3年半内，他被软禁在法云禅寺。这场变故让他一夜白了头。沈括的心中只剩下了一件事，那就是编撰一本真正的大书。千年后，在地球另一端的里约瑟研究所藏书陈列室内，沈括的《梦溪笔谈》仍在被反复阅读、注解。除了胡道静先生的这个校正以外，比如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Nathan Stevens 先生也专门研究过沈括，把他作为一个北宋时期的中国科技史的一个代表人物。有日本学者在50年代就发表了专门研究沈括的这种专著研究。公元1031年，也就是北宋天圣9年，55岁的沈周迎来了他的幼子沈括。沈括出生于杭州钱塘沈氏家族，一个中等官宦家庭。虽无氏族门第，但这并没有给沈括带来任何困扰。在那个时候，由于平民士大夫已经取代了门阀贵族，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新的主角，可以说沈括是迎来了一个恰好的时代。北宋一直文治天下，男子以考取功名、施展抱负为人生理想，终日埋头于圣贤文章。但沈括的父母却以豁达之心，为他推开了另一扇窗。沈周一生在地方为官，辗转13地，父母带着年幼的沈括宦游，任他在市井巷陌、山河驿路间以童心阅览人间百态。泉州城陈氏旧地，少年沈括展开理顺案款抄本。官府朱批叛乱的墨迹下，他读出了那场农民起义的另一面。理顺等人开仓赈济饥民，选拔寒门才士。自那时起，民心向背4字开始在他幼小的心里有了分量。汴京隆冬，
水渠中凝结的冰晶幻化出花果林木的奇景，点燃了他对自然奥秘最初的好奇。金陵市井，一块被随意压肉的石头，经他辨识，那上面的文字竟是南齐皇族的墓志铭。这些看似零散的童年片段，如涓涓细流，滋养了他对底层苦难的深切共情，对历史真实的执着叩问。Genius like Shen Kuo is questioning the commonplace, questioning the ordinary, and asking, well, why is that? Again, it's this not taking anything for granted, because often that's where the breakthrough comes. 然而，人生并非总是春风化雨。1051年，父亲沈周逝世，刚及弱冠之年的沈括被生活推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20岁的他遵循丁忧之志，为父守丧，也因此与故乡杭州有了更为亲密的接触。这一年，平民发明家毕升去世。回到杭州的沈括从族人的收藏中见到了毕升发明的胶泥活字。老先生，这些都是你刻的？是的。你刻雕版，一次只能刻一种版式。对。那若是用胶泥制成活字，就可以反复使用了。是的。通过《梦溪笔谈》卷18中一则仅300余字的小文，世人第一次了解到了中国印刷术由雕版印刷发展到活字印刷的历史进程。毕升的发明一度以沈括的字命名，时人称之为沈存中法，由此位列中国古代4大发明之一，以活字印刷术为代表的印刷术得以传世。从未谋面的沈括和毕升完成了一次堪称伟大的合作。活字印刷用今天的逻辑来讲，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创新创业，这个我觉得才是真正推动一个科技发展的方法。1455年，沈括的这项记载，400年以后，德国人古腾堡把活字印刷引入了他发明的机械印刷机，从此引领和推动了世界印刷技术的发展。上世纪70年代，王选院士发明了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这项发明采取了沈存中法的基本原理，被称为活字印刷历史上的第2大里程碑。中文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大步迈入光与电乃至数与网的数字时代。父亲沈周去世第2年的秋天，沈括和哥哥沈丕前往舒州，请与表哥家有姻亲关系的舒州通判王安石为王父做墓志铭。王大人，王大人，王安石在沈周墓志铭中写道：沈氏一族犹独显于天下。在今天看来，这是一次值得标记的会面。20年后，沈括和王安石将在西宁变法中携手共事，也因为变法而产生矛盾误解，最终走向疏离。1054年，23岁的沈括经恩印入仕，担任海州沭阳县主簿。这个职位，连他自己都毫不讳言，是世之最为贱且老者。沈括将全部心力投入这片饱受水患之苦的土地上，带领百姓疏浚河道，开渠筑堤，梳理数水淤塞的病灶。如此这般，竟在贫瘠之地开辟出7000顷，也即105000亩，高于良田。
我们很多人还在感兴趣沈括当时的一些政见，实际上他已然奠定了自己的科学的思维，用科学的方法去缓解农民生存和生活的艰苦。可惜的是，由于不是进士出身，在随后的几年间，沈括流转在多个低阶职位中，即便颇具才干，也迟迟得不到重用，甚至还有被罢免的可能。宋代官员是3年1迁嘛，他待了10年，就在这个县里面就一直走不出了。在沈括沉沦下僚、赋闲在外的时候，他的从侄子沈构25岁便高中榜眼，被任命为江宁府通判，成为江东第1大州的2号人物，后召至开封府。侄子的成功无疑给沈括带来了希冀，可想到自己年近30，仍前途未卜，人生际遇的差距又令他焦灼。沈括的纠结反映了一代人的心病。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仕途似乎是一个有为男人的必然选择。即便是后来成为大科学家的沈括，他的纠结也离不开这个所谓仕途的缠绕。他辞官了，身边的同僚议论纷纷，连他的兄长也不理解。你也是30岁的人了，为何还如此草率？你让他人如何看你？过于在乎功名的升迁，那也是逐利太过，更是德性有亏呀。兄长，很多人表面上淡泊名利，实际上是以此为借口，为自己争取道德的砝码。而在我看来，真正的道德不在于教条，而应出于本心。我愿为百姓多挑几担风雨。报喜了，报喜了！沈括高中过来。32岁，正是踌躇满志的年纪。沈括高中进士，不久后他被调任扬州，担任司礼参军一职，掌管刑狱和诉讼。彼时的扬州是连接南北的经济中枢、商业繁忙的运转口岸。在这个生机盎然的机遇之地，沈括结识了一位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重要人物，时任淮南转运使的张楚。2个人一见如故。3年后，张楚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了继室。1065年，沈括从地方调入首都，站在开封城门之外，仰望这座彼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一心想在仕途上海阔天空的他，也步入了在科学殿堂探索无垠的轨道。1072年9月，沈括奉诏提取司天监，负责观察天文星象的变化。近期的星图呢，
拿与我看，形亦形，形亦形啊！鱼之表无极，昼之端无穷，尔等却将这苍天困在这发霉的简牍里，把这司天监给我彻底变个样！当时的司天监呢，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沈括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首先，他把一批严重失职的官员清除出去；其次，他把精通天文历法的人才引进来，其中有一位在民间算卦的盲人学者，叫做魏普。陈大人，科学的化学对方出了问题，恐为延误攻击。在当时，精确掌握躲机大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不料，一位排队等待郑州的人听到这个问题后，很快说出了解决方法。这位小兄弟，你可看得见？我用这里看。魏普与沈括正如千里马与伯乐。后来，沈括在魏普的演算方法上总结出了细基数。数学总是不断的一点一点改进发展过来的嘛，就有前人的一步，你才有后面一步。所以沈括本身在那个时代也是承烧旗下非常重要的其中一步吧。特别它的那个细基数是关于高阶的等差数来讲，是吧？比方平方数这种等差数列的群合，这个后面的理论数学发展过程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他做的比方细基数这个公式啊，这个公式到了后面有非常多的发展了。像黎美这台说黎美假设啊，也是研究的这样的群合公式了。沈括决心让魏普主持天文历法的修订，这样贸然的举动遭到了同僚的反对。荒谬！我祖上5代掌管司天监，尚需考核世袭。他祖上在淮南放鸭，岂能破格举荐？我要的是触及星辰的智慧，不是偏见。各位，沈括的这种性格，也许在官场上会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对于科学来说，就是至纯至美。沈括将修订新历法的重任交给了魏普，自己把主要精力放在观象仪器的革新和改良上面。在北宋那个时期，跟很多其他的官员不一样，其他的官员一般都是读四书五经啊，他把更多的精力花在研究具体的工程问题啊，什么天文地理啊这些，所以他是一个理工男啊。2年后，他将新制的浑仪、符漏、圭表上奏皇帝，而后利用这些新设备进行了宋代第4次大规模的天文观测。经过分析计算，他得出北极星位置与地球北极方向相距3度的结论，解释了太阳运动不均匀而引起的时差现象。他还是史上阐明月亮盈亏、日食月食成因的第一人，并在实地考察海潮的涨落规律后，得出了每当月亮正在子时位、午时位，就会产生海潮的结论。2021年5月24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批准了中国在嫦娥5号降落地附近的月球地貌的命名，沈括是8个地貌地名的其中之一。从嫦娥踏虹追月的远古奇梦，到沈括挥毫解月相的宋时星图，再到2024年6月，嫦娥6号首次登陆月球背面，中华民族跨越1000年的浪漫求索，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机勃勃的光明未来。公元1075年，北宋的第7部历法《凤元历》修成颁布。凤元历以365.2435日为议会归年，与现在实测的365.2422日相比，差距很小。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成就和贡献。凤元历呢是当时测量最精密的历法，时至今日，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仍然在延续沈括当年制定历法的这样一个传统，每年发布天文年历，反映天体的一个运动规律。在此基础上，沈括还提出了12气历，不以月亮的朔望，而以太阳的运动轨迹定月，对农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原理与当下全球通用的公历是一致的。今天我们讨论沈括对司天监的改革，绕不开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拉开了一场大变法，史称熙宁变法或者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原本因为司天监观测不准而产生的所谓天变灾异，就成为大官僚用来攻击新华的武器之一。而沈括修订凤元历，实际上是在为王安石变法站台。Wang Anshi and Shen Kuo shared a number of similarities. The central goal of the new policies organized by Wang Anshi is to enrich the state and to bolster the army. 强国誓言背后，成则造福万民，疏则身败名裂。这条路实在是荆棘丛生。可沈括明白，做官如同治水，笃不如疏，独善其身易，兼济天下难。他最终决定追随王安石，把大宋这艘巨轮推向新生的航道。拜见大人。你既掌管了天上的星河，也该治治地下的江河了。两浙地区的水患吞掉了大半个江南的粮食，朝堂上甚至有人称其为蛟龙作祟。我已有对策，愿根除此地水患。哦，好。改日我举荐你。沈括明白王安石的意思，世人当立志为国家之用。几个月后，也就是1073年6月，在王安石的推荐下，沈括来到两浙地区进行考察。除了差役、访查、反映民情外，沈括还有一个沉甸甸的担子，那就是推动熙宁变法中农田水利法的实施。这也是王安石对他寄予的厚望。沈括对水利早有研究，10年前备考科举时，他曾寄宿在哥哥家中，亲眼目睹时任宣州宁国县（今安徽宁国市）县令的沈丕如何设计、主持、修造万春围水利工程。事后，沈括撰写《围田五说》，提出有关围田选址、维护和管理的独到见解。芜湖万春围位于芜湖市城东，万春围峰字沟渠、井字田块的古老原貌依稀可见。修建水利虽是一件好事，但它耗财耗力，侵占私人土地，还涉及拆迁等问题，无疑是一个烫手山芋。在沈括之前，朝廷曾派司农4丞贾胆到两浙地区开展兴修水利的工作。贾胆主张富户出钱，穷人出力，从民户中抽调人力，导致民怨。当时民众纷纷前来找官府理论，双方还发生了武力冲突。最后，贾胆被免掉官职，他追求一生的水利事业也半途而废了。
沈括明白他在走钢丝，前有甲胆的教训，上有王安石的压力，下有百姓的反抗。沈括的行为既大胆又谨慎，在处事理念上，他缩减了水利项目的规模。第一轮的试验仅在苏州、秀州两地进行。在行事原则上，他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先修建小工程，展现其利好。在经费方面，他主张由政府拨款，牧民服役，尤其要雇佣流民，既可以防止民变，又可以解决工程中的劳动力问题。Shen Kuo's superior performance on his job has received the favorable attention from the Emperor Shenzong, and hence he joined the top echelon of the Song officialdom. 在沈括深入实践的日子里，他在数学领域最重要的贡献会元数又横空出世。沈括在数学领域的第二个贡献是会元数。用现代数学的语言来说，所谓的会元数就是已知公型的高和圆形的直径、求公型的底和公型的复查的计算方式。Isaac Newton and the apple falling out of the tree right in front of him. Some of the greatest discoveries can be made in your backyard, literally.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正是沈括的会元数为郭守敬的球面三角学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沈括的科学探索都是来自现实生活，又为现实生活服务的，是经世致用的。1073年，沈括考察浙东农田水利期间，深入雁荡山进行地质勘测。如今在浙江省乐清市雁荡山龙鼻洞、雪洞、18古刹之一净明寺挂溪谷的崖壁上，仍然可见沈括的题刻。1000年的石刻似乎近在咫尺。他所作的《雁荡山》一文写道：“宇观雁荡诸峰，皆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琼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消。缘其理，当是谷中大水冲击，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沈括就看到雁荡山，它之所以这么陡峭，是流水冲刷形成的。雁荡山挨着海边，离海不远，那个河流很短，很快就把这些冲击下来的那些碎石乱沙排到海里去了。雁荡山就变成是奇峰突起的一个山脉，没有大的沉积皮盆地啊什么这些东西形成。沈括对地质的探索远不止于此，他对世间万物的奥秘有着更为深邃的洞察。沈括对世界的变幻无常是非常有深刻体会的。有一次在外出的时候，在一个山崖上看到了很多螺蚌、石子，那么海底的生物怎么出现在山间呢？他想，这肯定是地质的变化造成的遗存。从奔腾向前的河流，到一望无际的山川，到浩瀚无垠的苍穹，在那10年间，沈括尽情探索天地的广袤无垠。